哪一款捕捉带更适合你？是这个网兜，还是这个大的兜啊？大家好，我是徐涛，欢迎来到皮子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去出海潜水，如果你为的是渔猎，你为了去抓海鲜吃，那么哪一款捕捉带更适合你啊？我10年前学潜水，当初就是看别人抓龙虾好玩，我相信不少朋友跟我都一样，入了这个坑都是一开始为了抓海鲜，可能以后慢慢的才是为了去观光啊、拍照片，或者说是去做一些视频之类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一开始入行都是去为了抓海鲜，我也一点点都不例外。那么当你把潜水装备都买齐了以后，下一个东西你肯定想要去买的，那么就是它的捕捉带了。捕捉带各式各样的啊，这么多年我买过很多，试过很多，那最后我留下来只有这2款，一个是这种网兜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兜，它们2个各有利弊，各有各的好处，有的是自由潜可以用，水肺可以用，有的是通用，有的反而则不成。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希望大家少走弯路，选择适合你的那一款。我们首先从这个网兜来介绍啊，你看这个网兜，它折叠起来以后就非常的小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而放开它以后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网兜。这个网兜我自己还加了2个东西啊，一个就是这个金属，这个是海洋级别的不锈钢的金属啊，这个挂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测量尺。这个网兜它的价格其实也就是小几十块钱纽币啊，但是它抓东西的非常方便，因为它的水阻非常小。它在水里面没有装东西的时候，它就跟一根麻绳一样，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折起来，放在你的 BCD 的口袋里面。然后这个挂钩呢，其实就是要挂在你的腰带上或者 BCD 的口袋里面的啊。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的时候，你可以缠在你的腰上，或者放在你的 BCD 口袋里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如果你是自由潜渔猎的话，你肯定用的是这种橡胶皮带嘛，不是就是水肺的那种皮带，或者说的水肺的那种速卸的口袋啊。你把这个腰带在腰上缠好以后呢，你肯定会做一个这个速卸的这个把手啊，一般都是系紧了以后弯回来，对吧？然后再把它掖进去，这样子它就形成了一个速卸，对吧？而这个环呢，一般就是挂在身上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就上去了，取的时候呢，瞬间也就下来了。那么这个环其实一般是要单独去买的啊，然后你买皮带的时候买一个这个挂环就行。下水前和没有装到东西的时候，一般就是把它这样围起来，然后这么一弄，然后你看我这个自由潜以前的这个视频下海的时候，它就是在我的腰上的，然后它的水阻基本上是没有。你要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非常的方便。你抓到龙虾或者鲍鱼啊，或者海参，还有其他的海螺之类的，需要量的拿这个一量，然后瞬间呢把这个橡胶环打开就行。这个橡胶环在水底下一般是放在下面这个位置的啊，然后往上一拉就行。但是它有时候会很死，所以你需要用2个腿，就是夹住啊，夹住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往上一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开口有的时候比较紧。抓扇贝、抓鲍鱼都没有关系，抓鱼的话还好，抓龙虾有时候就很麻烦。你看我以前在抓龙虾的时候，往进塞，使劲塞不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龙虾的刺是倒刺，它会刺进去，它不会把它弄坏，但是它会很难放。但是好处就是龙虾一旦放进去，它是跑不出来的，因为它这个东西把它就拉死了啊。反而水肺的那个带子龙虾，它非常容易跑出来。那么这个东西跟你走了以后，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抓的东西多了，你在水底下自由潜，如果你贴着海底走，你有可能会被石头卡住，或者会被其他东西挂住。所以你一定要学会速卸啊，就是说你自由潜的腰带，你在做这个环的时候，这根皮带一定是一根速卸。如果你是这样拉，再往出一拽，我手一松，它自己就掉下来，在水里面的时候它自己就开了啊，它就走，这个就是速卸，明白了吗？而且你在做这个速卸腰带的时候啊，你也要明白，你做的要紧一点，以防万一你的右手被缠住了，你的左手呢打一个环拉过去松开，它一样在水里面自动就
就下去了。所以说这个腰带跟着你的这个东西，它会瞬间脱落，所以你人是可以自由走的，所以说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挂在腰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是在鲨鱼多的地方啊，可以引来很多的鱼，很讨厌。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东西像我上次抓扇贝一样，直接挂在你这个潜水的漂上面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至于说的是吸引很多鱼，甚至鲨鱼来找你抓的这个东西啊。OK， 在介绍下一款捕捉带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水下滤镜包有关于这个修照片和这个修视频，可以一键帮你还原水底下的这个精美色彩啊。接下来我跟大家看一看我经常以前水费所使用的这一款啊，我现在用的也都比较少了，而且我刚开始几年的水费呢，我都用的是这一款。这一款折叠起来就这么大一点点。同样的，我上面挂了一个这个鱼猎的尺子和这一个铜制的不太会生锈的这个钩子啊。那么这个钩子也是为了挂在你的 BCD 的口袋上的啊，然后这个也是为了量你的这个抓的东西的大小。它展开以后就这么大，你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东西平时不用的时候是这样子窝进去，然后把它夹好，然后挂在你 BCD 的边边上。那么它很显而易见，你抓了东西以后非常好放进去，你只需要把这两个东西这么一压，这个口就开了，对不对？然后你抓的东西就随便往里面塞，随便就进去，很简单。我以前跟别人潜水，大家一般都是2个人带一个就够了，一个人抓，另外一个人负责装。但是它非常不好的一点就是龙虾很容易跑出来，当你开口的一瞬间，龙虾如果是倒着的话，它瞬间就跑了，所以它是最大的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抓了一兜鱼，你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游啊，它整个横过来的这个阻力，它不比一个人小，也就是相当于你上救援拖了一个人在海里走，那是非常非常累的。而那个网兜呢，它就没有，这个价格比网兜也就只贵了一点点而已，所以说价格可以忽略不计。你让我选这2个，我出去的话，我带哪一个？那我可能就是会去带网兜了。为什么？我给你穿上 BCD， 你看一下，你可能瞬间就明白啊。OK。好，你看我现在不是把 BCD 穿好了吗？那如果 BCD 穿好的情况下，这2个网兜是怎么带的？在水里面水费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可能都用的是这一款。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把它折起来，对吧？然后把它变小，然后呢，你再找到你 BCD 侧面下面的一个挂钩，你的 BCD 这块都会有挂钩的啊，然后你把它勾上去，这样子呢，它是在你的侧面，不影响你游泳。OK， 这样就挂好了。你看，在水里面的时候，它是在侧面的，但是一旦你要是东西多了，它在水里面就侧过来跟个人一样，就很麻烦了啊！你这样子来回游，它的水阻特别特别大，所以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但是它用起来很方便，在水底下也可以顺便速卸掉它啊。如果在水底下这个东西被缠住的话，你要一个手能卸下来，卸不下来的话，大家也学过那个急救技能，就是怎么样把你的 BCD 脱了啊，呼吸器还在嘴里面。你是不应该慌的，你也是应该能够找到这个环，然后把它拿掉了啊。实在不行，你去买一个带那个侧扳的那个环，好用一点。反而呢，如果是这一款是网兜，那么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放 ？OK， 如果这个是网兜呢，就简单了。同样的，放在这个环上，看见没有？直接锁死。然后呢，这个网兜是可以折起来的，看见没有？折起来以后，我可以放在我的 BCD 的口袋里面，这样往里面一放。是不是？然后我可以把这个拉链拉起来。那么我在水里面找龙虾或者找其他东西的时候，唯一露在外面就一根尺子，这个阻力可以忽略不计，根本就没有增加我的体积。然后抓到东西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就好。然后我这个里面一般放的是一个这个 sausage 啊，一般是这个鳍。然后这都放得下。抓到东西以后呢，再把这个袋子打开，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然后再把它拉住，然后它就掉在这后面跟着你游。如果有什么鱼追你或者怎么样的话，你的手熟悉位置的话，瞬间就一下子就应该把它能卸下来哦，也是速卸。反正就是说这款呢，我个人觉得它很适合渔猎，又适合水肺，体积又小，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以后，我常年最后留的就是这个了啊？它什么都可以用，主要是抓龙虾就这一个物种，
放进去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水肺的袋子呢，比较适合新手，因为它比较好放的东西，而且好用。但是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它的水阻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就不建议了啊。所以说，个人推荐，大家喜欢哪一种都无所谓。还有各式各样侧开口的，上面还有橡胶塞进去它反不出来的都有。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所以这个网兜我自己还有2个，一直都比较珍惜了，因为现在很容易断货啊。这一款因为它就是特别的小。希望这一期视频呢有帮助到大家，喜欢抓鱼货的呢，选择适合你的这一款捕捉袋，然后大家注意安全，玩得愉快啊！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